和沈凌川离婚已经7年了，没想到还会和他在一家花店偶然遇见。好久不见，简宁，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挺好的，沈凌川，你呢？我也好。简宁，你和之前好像有些不一样了。是吗？可能吧，其实没什么不一样的，我只是不再爱沈凌川了。沈先生，您和妻子的感情真好，下雨天也不忘记过来给她买花。这束鸢尾花很适合您妻子。诺诺孕期情绪不稳定，看到这些花心情会好一点。那恭喜了，沈太太好福气。简宁，雨还没停透，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吧。不用了，沈凌川，我怕你的妻子误会。简宁，姐，你可算来了！我刚才在后房收拾杂物，翻出一个旧箱子，你看看还要不要？要是没用，我就一起扔了，腾出地方好放新买的压面机。呀，这又是哪个男人送你的礼物啊？简宁姐，包装的这么精致，一看就很用心。沈凌川，是那个传说中的天才物理学博士，那个长得超级帅，又因为发现小行星上了国际大刊的天体物理学博士。简玲姐，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居然认识这种云端上的人物！放开我！我是沈凌川的前妻，那个疑神疑鬼、举止疯癫，那个因为妄想症进过精神病院，更是被他视为一生耻辱的前妻。那后来呢？我认识沈凌川的时候，他还不是什么传奇天才少年，更不是什么物理学博士。那时候他只是街坊邻里眼中一个性格孤僻、举止怪异的问题小孩。沈凌川，你爸妈又没开门吗？这孩子是个数学天才啊！10岁，他以满分成绩拿下国际奥数金牌；14岁，保送华清大学少年班；16岁，他的论文登上国际顶刊。那是我儿子！谁对我好，谁真的爱我，我心里都有数。从今以后，简叔叔和简阿姨就是我的亲爸亲妈，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好好照顾简宁。沈凌川，我跟不上你的脚步了，我怕8岁那年爸妈离婚，他们谁都不肯要我，我一个人坐在楼梯道里，从天黑等到了天亮。是你把我捡回了家，从那一刻起，我就发誓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简玲，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无论我飞得有多高，都不会丢下你。我那时候就觉得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但是那后来呢？他飞得那么高，真的带上你了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事格外的执拗，认定的事情一定咬死了不放手。搞科研项目的时候是，追求我的时候是，就连变心出轨的时候也是。出轨？你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么深的感情，他也会出轨？对方是谁？富二代还是大美女？是不是那种心机深沉恶毒的蛇蝎美人？都不是。沈凌川的出轨对象是一个黑黑瘦瘦、其貌不扬的卖花女。30岁这年，沈凌川功成名就，他不再追求名利，开始对他所谓的私人爱好投入近乎疯狂的精力。就是这株花，让我对全世界的花都有了兴趣，实在是太有趣了。在这片天地里，我就是掌管一切的神，花开花落都由我说了算。花就是花，想开就开，想落就落，管那么多做什么？沈教授说的对，我也喜欢这种感觉。花长得好坏，全看花农是否用心栽培。你看这株鸢尾花长得多好，这可都是我精心打理出来的。此后，沈凌川就经常找赵诺诺订花，月季、玫瑰、玉兰、丁香。我们住的那栋别墅几乎要成了一座空中的秘密花园。
简宁，我想资助赵诺诺回去读书。她才10几岁，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就这么白白荒废在花田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姐，只要你们肯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当初是我妈出车祸了，我才不得已，我真的不想一辈子当个花农。看着那双真挚的眼睛，我忽然想起8岁那年，沈凌川独自坐在漆黑楼梯间里，无助又迷茫的模样。姐，你是这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等我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这辈子都记着你的好。傻丫头，只要你出人头地，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他没有辜负我的期待，成功考入了我和沈凌川任职的学校。今天提前下班，做一桌子菜给赵诺诺庆祝。你们在干什么？沈凌川，你对得起我吗？简宁，闹够了就把门关上。你不要脸，诺诺还要。我不要脸，我养了一头白眼狼，你现在跟我说你要他的脸面？简宁，你依旧是我的妻子，只要你不乱来，诺诺永远不会影响你的未来。姐姐，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可是我和林川哥哥是真心相爱的，我们是知己，是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人。姐姐，你放心，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不要名分，也不会和你争什么，只要能让我留在林川身边就可以了。那年我也才20几岁，正是年轻气盛，受不得一点委屈的年纪。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让全校看看你们这副龌龊的面孔。就是他呀，听说精神不太正常，一直造谣沈教授潜规则学生。我向学校发送了一封举报信，想要曝光两人之间不道德的龌龊关系，可现实很快给我上了一课。赵诺诺是我的学生，她聪明好学，勤奋用功。我希望各位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为难她。她从一个卖花女走到现在，吃了很多苦。诺诺或许不够优秀，但在我眼中，她就是最好的，是我最大的骄傲。沈凌川甚至坦言，赵诺诺进入学府离不开他暗中运作，他知道不合规矩，可他不在乎。那我呢？我算什么？一个笑话吗？简宁，你还没明白吗？工作、名誉、地位，你拥有的一切都来源于我。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我说过，诺诺不会影响你的地位，懂事些，我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行吗？不行，我无法忍受与我朝夕相处的丈夫心里时时刻刻想着另一个女人。我开始大吵大闹，开始变得歇斯底里，近乎疯狂地报复这对狗男女。什么情况？是小三吗？大家快看，这个女人就是勾引教授的小三！医生，我爱人最近受了刺激，情绪完全失控，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幻觉。我没病！沈凌川，你为了保住名声，竟然要把我送进疯人院！举报信写了无数封，小视频拍了无数条，可换来的却是一张精神病诊断书。沈凌川太聪明了，他引导我发疯，再把我发疯的视频当作证据。他的智商、地位，以他对我的了解，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碾死我。沈教授，这是简小姐的化验单，她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了。简宁，我们有孩子了，跟我回家吧，别在这里闹了。后来呢？他接你回去，真的变好了吗？后来我在精神病院查出了近5个月的身孕，被沈凌川接回了家。这个孩子的到来让沈凌川选择了让步。简宁，我的确是做错了事情，可你也不该如此胡闹。叔叔阿姨因为你一夜白头，现在出门都有人指指点点。你年纪也不小了，不要再这么任性了好吗？想想这个孩子，想想你的父母。这一次我选择了妥协，每天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待在那个满是鲜花的房子里发呆。宝宝，以后你要像爸爸一样聪明。林川哥哥，再陪我看场电影嘛。这个曾经觉得浪费10分钟生命都是可耻的男人，却愿意陪着赵诺诺看一部部无聊透顶的爱情电影。这个视事业胜过一切的男人，却愿意陪着赵诺诺做各种幼稚的事情。听说了吗？沈凌川教授那篇发在《天体物理学报》上的顶刊论文，第一通讯作者挂的是赵诺诺，真的假的？那篇不是沈凌川团队熬了大半年的小行星轨道测算成果吗？赵诺诺一个本科在读的，连高等量子学都挂科2次，能懂这个还不是看沈凌川的面子？审稿人提了3次质疑，全被沈凌川动用学术人脉压下去。为了捧这个卖花女，沈凌川是连自己的学术声誉都不顾了。
说起来，简宁不还在咱们学校行政岗吗？自己丈夫把这么重要的成果给了外面的女人，她脸上能好看？沈凌川带着团队在天文台熬了整整4个月，无数个深夜。沈凌川带着红血丝回家，笑着说等论文发出来，就能给小行星的署名铺路了。我以为这份荣光至少会有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可沈凌川为了给赵诺诺保驾护航，允许他在跨专业的论文上署名。沈凌川，为什么要把你的心血给赵诺诺？诺诺出身苦，在学校里总有人看不起他，挂个名，他就能在系里站稳脚跟。站稳脚跟？他一个学园艺的，跨专业发天体物理顶刊，你觉得别人会看得起他？别人只会觉得他是靠你上位的情人。沈凌川，这是你半年的心血，你就这么糟践？简宁，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我的东西我想给谁就给谁。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工作、房子、别人的尊重，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明天的讲座我不去了。你说什么？诺诺说想去青海看网红花海，花期就这几天，我陪她去一趟。讲座那边我已经让学生替我去了。沈凌川，那是国家级的讲座，物理系团队帮你准备了1个月，你为了陪赵诺诺看花，说不去就不去了。你知不知道这对你的声誉影响有多大？不就是一场讲座吗？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东西，有什么意思？诺诺难得有想去的地方，我陪她去怎么了？简宁，你是沈凌川的家属，又是学校行政人员，你怎么照顾他的？国际学术讲座的主讲人临阵脱逃，去陪女学生旅游，沈凌川是疯了吗？这件事让学校丢尽了脸。简宁，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好好劝劝沈凌川，别再因为这种私人感情毁了前程。姐姐，凌川哥哥说，只有我能懂他对花、对自由的追求，这些东西你永远都不懂他。他说，比起那些冷冰冰的公事，陪我看花才是最开心的事。姐姐，你说是不是很可笑啊？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家早就没了温度。但是，或许他能让沈凌川回头。宝宝，你一定要快点长大呀！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的不知道了。沈凌川，宝宝很健康，我好像能感受到他在踢我。哦，知道了，明天我让保姆过来照顾你，给你调整一下饮食。沈凌川，这是我们的孩子，你就只有这一句话吗？不然呢？简宁，我明天还要陪赵诺诺去选花种，很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诺诺乖，想买什么种类的玫瑰都依你。我在陪诺诺看星星，别没事找事，发烧就找家庭医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宁宁，跟妈回家住吧，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妈，我一切都好，沈凌川对我很好，只是最近胃口不太好。宁宁，那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我不敢让他们知道，我拼尽全力想要留住的人，早就已经不属于我了。送给简宁，我的第1名永远都属于你。宁宁，这个奖杯是给你的。凌川，你真棒！简宁，8岁那年冬天你把我捡回家，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光。原来沈凌川不是不懂浪漫，只是那些温柔和赤诚早就不属于我了。你翻这些东西出来干什么？都多少年的旧东西了，赶紧收起来。沈凌川，你看看这些，你当年说过永远不会丢下我，说过会护我一辈子的，你都忘了吗？都过去多少年的事了，还拿出来说有意思吗？这些东西要是被诺诺看到，他会不高兴的。以后别再犯了，晦气。当年那个满眼是我，把我当成唯一的光的少年，早就死了，死在了他功成名就的荣光里，死在了他对赵诺诺的偏爱里，再也回不来了。看，那就是沈教授的原配，听说当年是求着学校降分录取的，连量子力学都不懂，真是有脸待在咱们学校。现在沈教授眼里只有那个卖花女，她这个正牌夫人也就是个摆设。有人举报我不符合岗位要求，不仅薪资降了大半，还要去最劳累的库房管理岗。孩子，你这怀着孕呢，哪能干这种重活啊？阿姨，我没事，我得撑住。你怎么来了？有事？沈凌川，库房的活太重了，我怀着孕实在撑不住，你能不能跟学校说一声，帮我调个轻松点的岗位？凌川哥哥，是不是因为我姐姐才受委屈了？要不论文署名我不要了，别为难姐姐。
不关你的事。简玲，学校的安排有他的道理，你非要闹得人尽皆知，丢我的脸吗？我闹？我怀着你的孩子累得差点晕倒，你就只有这句话？是你自己非要出去工作的，当初说在家养你你不肯，现在反过来怪我，别再无理取闹了，我没空陪你耗。林川哥哥，你看这株鸢尾花又开了一朵新的，是不是特别好看？好看，诺诺亲手打理的，当然好看。那你说是我打理的好看，还是姐姐打理的好看？这株花让我对全世界有了兴趣，当然是你。简玲她不懂花，也不懂我，她总觉得花想开就开，想落就落，根本不懂门道。那林川哥哥，你到底喜欢花的什么呀？我喜欢的从来都不是花本身，我喜欢的是看着一颗不起眼的种子，在我的手里被我培育、修剪，长成我想要的样子。在这个花房里，我就是掌管一切的神，绽放还是凋零，全由我说了算。原来他喜欢的是绝对的掌控感，他把我困在沈夫人的身份里，要我永远依附，永远不能忤逆。而现在，他厌倦了我这个成型的作品。林川哥哥，那我就是你亲手养的花，这辈子只开给你一个人看。乖，只有你最乖，最懂我，不像简妮，总是忤逆我。这座装满了鲜花的别墅从来都不是我的家，是沈凌川的花房，而我是他养腻了想要丢掉的残花。我曾经以为这个孩子能让他回头，可现在我才明白，我和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在他眼里或许早就成了阻碍他和新欢在一起的绊脚石了。宁宁，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是不是沈凌川那小子欺负你了？宁宁，老街坊说沈凌川在外面有了人，是不是真的？他出轨了，还把我调到库房干重活，他根本不管我和孩子。当年是我在楼梯间救了他，砸锅卖铁供他读书，把他当亲儿子疼，他竟敢这样糟践我的宝贝女儿！叔叔找我回来有事。林川，我问你，你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是不是？是。你摸着良心问问，谁救了你的命？谁供你读的书？现在出息了就忘了本，就这么欺负宁宁？叔叔，我给你们的钱和房子早就还清了恩情，当年要不是你们，我也不会和简玲绑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给了她优渥的生活，是她自己非要无理取闹。爸，你怎么了？诺诺别哭，我马上过去陪你。诺诺那边有点事，我先过去，这里有情况再给我打电话。我对他最后一点念想也彻底死了。沈凌川发现了一颗从未被观测到的小行星，拥有了命名权，他成了天体物理界的骄傲。宁宁，以后我一定会成为最厉害的科学家，给你摘天上的星星。他真的找到了星星，只是这颗星星的荣光里没有半分我的位置。简莲，沈教授说的那个最重要的人肯定是你吧？沈教授真是深情，功成名就也不忘糟糠之妻，太让人羡慕了。宁宁，你看，凌川心里还是有你的，他肯定会回头的，你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只要他回头，只要他和赵诺诺断了，我可以原谅他。沈夫人，这件婚纱太衬您了。沈教授定在天文馆办庆功宴，大家都在传是要给您补办婚礼呢。沈凌川最近频繁出入珠宝店，定制钻戒，包下天文馆。当年结婚他嫌麻烦拒绝了婚礼，现在他功成名就，真的要补给我了吗？只要他回头，为了孩子，我可以重新开始。姐姐好，看赵诺诺那样子，肯定是知道沈教授选了你，退缩了。我以为他是退缩了，却不知道他们是在瞒着我筹备一场盛大的婚礼。只是女主角从来都不是我。
沈先生，新娘赵小姐的婚纱尺寸收到了，庆功宴当天婚礼细节已敲定。沈凌川，山川之诺，川是沈凌川，诺是赵诺诺。原来包下天文馆不是为了庆功，是为了给他名分。原来他准备的不是惊喜，是一场能把我彻底碾碎的羞辱。孩子，对不起，是妈妈太傻了。明天晚上我在天文馆办庆功宴，你也过来吧，穿得正式一点。好，我会去的。我特意买下它，以为能做它唯一的女主角。现在看来，这件礼服像个天大的笑话。今天，这颗由我主导发现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山川之诺。山川为证，此诺不移。这颗星星是我送给我的爱人赵诺诺的礼物。诺诺是我亲手培育的花，是我这辈子唯一想要共度余生的人。诺诺，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林川哥哥，我愿意。20多年的相伴，从寒冬楼梯间到浩瀚星空下，他真的摘到了星星，却送给了别的女人。他说过，永远不会丢下我。原来沈凌川不是不喜欢婚礼，只是不想给我。当年领证时，他说不喜欢面子工程，我信了。原来一辈子竟这么短，这也太离谱了！原配还在下面看着，沈教授就这么明目张胆。听说这小三还是简宁资助的，真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赵诺诺，我待你如亲妹妹，供你读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你抢我丈夫回我家庭，你良心被狗吃了吗？简宁，你闹够了没有？我闹？沈凌川，你当着全校的面跟别的女人结婚，你问我闹够了没有？我是你领过证的合法妻子。简宁，你越界了。我和诺诺是真心相爱的，这场婚礼我必须给他。你要是安分守己，沈夫人的位子还能留给你。既然你非要闹，简宁，我们离婚吧。从他给星星取名开始，从他打我这一巴掌开始，我们之间真的完了。沈凌川，你好狠的心！沈凌川竟然说要和我离婚，他凭什么？砸了，全都砸了！沈凌川，你砸碎了我的人生，我也要砸碎你的一切！简宁，你疯了是不是？我疯了！沈凌川，是你把我逼疯的！你带他办婚礼，把我当笑话！我现在就把你们这些爱情见证全砸烂！孩子，沈凌川，有我在。简宁，闹够了就把门关上。你不要脸，诺诺还要。沈凌川婚内出轨，利用职权为情人赵诺诺谋取学术资源，他是天体物理界的耻辱。家没了，爱没了，尊严也没了。沈凌川，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怕什么？我就是要让他们身败名裂。简宁，签了吧。你要是签了，我给你10万，保你下半辈子。你要是不签，就别怪我让你连最后的体面都保不住。沈凌川，你太过分了！这别墅、这车子都是共同财产，你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你凭什么抢走我的孩子？凭什么？就凭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赚来的。简宁，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我手里有你发疯闹事的视频，你要是不签，我就让你身败名裂，让你爸妈在老街坊面前抬不起头，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孩子。沈凌川，我死都不会签的！只要我不签字，你就永远别想和赵诺诺名正言顺。简宁，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就不要脸了！沈凌川，是你先背叛我毁了家，你要是敢逼我，我就敢和你同归于尽。沈凌川，你今天要是敢走，敢逼我离婚，我就带着孩子从这里跳下去，我让你这辈子都活在愧疚里。简宁，你除了拿自杀威胁我，还会什么？沈凌川，你别逼我！跳啊！你跳下去，正好证明你精神失常，不配养孩子。我就在这看着你跳。我根本不敢跳，我只是想让沈凌川心软，想让他看看肚子里的孩子，那是我和沈凌川唯一的念想。我怎么可能真的带着孩子跳下去？简宁，你闹够了没有？
别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赶紧下来！我不下去，你只要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我看你敢！简宁，你别给脸不要脸，给我下来！你放开我，沈凌川，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孩子，我的孩子！简宁，简宁，你怎么样？你别吓我！沈凌川，我们的孩子。病患失血过多，胎儿没保住，子宫损伤严重，以后怀孕的几率几乎为零。沈凌川，你这个畜生，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杀，你还我女儿的命！从我摔下楼的那刻起，我们之间只剩血海深仇。那个爱了他20多年的简玲，早就在落地的那一刻死掉了。我的孩子，把孩子还给我！滚出去！全都滚出去！我以为他会有哪怕一丝愧疚，可沈凌川不仅没有，反而正准备给我最致命的一击。简宁，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有暴力倾向。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精神病院，去那里好好治疗。沈凌川，你疯了！我没病，我不去精神病院。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患有严重的妄想症、躁郁症，需要强制入院。那是假的，是你伪造的！你大闹天文馆、砸毁别墅、以死相逼，这些视频医生都看过了，诊断结果是专业的。你早就计划好了，你收集我崩溃的视频，动用人脉伪造诊断书，只为了把我关起来。放开我！沈凌川，你给我滚！我女儿没病，你不准带她走！叔叔阿姨，我也是为了简宁好，她现在的状态对你们也是威胁。放开我！沈凌川，你好狠的心！你杀了我的孩子还要关着我，你还是人吗？张嘴，把药吞了！我没病，是我丈夫陷害我，他为了小三才把我关进来的。每个进来的人都说自己没病，安分点，不然有你好受的。玲玲，妈对不起你，妈没本事救你出去。爸妈，我在这里很好，医生对我不错，你们别担心。我爸妈找遍了律师和媒体，可沈凌川早就打过招呼，没有人敢为了我去得罪权势滔天的沈教授。简林，你要是肯签了离婚协议，乖乖听话，我就接你出去；不然的话，你就一辈子待在这里吧。沈凌川，我就算死在这里也不会签那份协议。你想和赵诺诺堂堂正正的在一起，做梦！你欠我的，欠我孩子的，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我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怕什么？就算烂在这囚笼里，我也要拖着你们一起下地狱。我在精神病院里待了整整1年，医生在查房记录上写下病情稳定，攻击性消失，随即将看管级别调低。我没有疯，也没有认命，我只是在装作顺从，等一个机会。简女士，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讨回公道。1年多的摧残磨平了我的棱角，也磨掉了我对他最后一点残存的感情。被告简玲患有严重躁郁症与暴力倾向，我方当事人沈凌川出于人道主义，愿支付10万赡养费，主张简玲净身出户。法官大人，这是沈凌川婚内出轨、学术造假、伪造精神病诊断书以及推被告下楼导致其终生不孕的全部铁证。沈凌川，从8岁那年相遇，到你害死我的孩子，把我关进疯人院，这一笔笔账，今天该算了。沈凌川以为我疯了，以为我垮了，根本没有能力反抗。可他没想到，我不仅没有垮，还收集了所有的证据，要在法庭上让他身败名裂。简女士，沈凌川这边的能量太大了，你提交的很多关键证据突然被认定来源不合法，可能很难赢。我拿出了出轨、家暴、伪造诊断书的所有铁证，
可我低估了沈凌川的权势，他是顶级物理家，是学校的定海神针，没人会为了我这个普通女人去得罪他。这场官司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注定会输？关于财产分割，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家庭财产有相应贡献。关于损害赔偿，被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家暴及伪造诊断书行为。判决如下：简宁分得夫妻共同财产共计12万元，其余财产归原告沈凌川所有，准许离婚。12万，我失去了孩子，失去了生育能力，在精神病院被毁掉了一生，最后只值12万。简玲，我早就说过，我能给你的，随时都能收回去。你破坏了约定，就必须要受到惩罚。沈凌川，你赢了，你用你的权势赢了官司，让我一无所有。但我不会要你这12万脏钱，你欠我孩子的这辈子都还不清。玲玲，没事的，爸妈养你，咱们回家。8岁那年，我把他捡回家，给了他所有的温暖，最后他把我赶出家门，让我无家可归。这场始于寒冬的相遇，终究还是在刺骨的寒风里落下了帷幕。我总是梦到那个没出世的孩子，他喊我妈妈，可我一伸手他就消失了。我也梦到8岁那年的沈凌川和推我下楼时他那张冰冷的脸。我才20多岁，人生怎么就走到尽头了？我是爸妈的累赘。只有这种疼，才能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宁宁，你吓死妈了！你要是有个3长2短，我和你爸可怎么活啊？妈求你了，别再做傻事儿了。就算为了我和你爸，你要好好活着呀！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会好好活着，一定会的。你看，那棵树又发芽了。你小时候啊，就喜欢爬树、掏鸟窝。我不能再沉沦下去了。为了爸妈，我也要从这片泥沼里爬出来。就算满身伤痕，我也要活得比以前更好。真好看啊！怎么以前我没有发现花竟然有这么好看？简宁，做错事的是沈凌川和赵诺诺，你不能因为遇到了坏人就否定整个人生。我懂了，我只是在他亲手打造的温室里丢掉了我自己。累不累？要不还是先别干了，去歇会儿，爸来弄就行。爸，我不累，这揉面的劲儿比搬库房的活轻松多了。宁宁回来了，来帮你爸干活了。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包出的包子肯定俊。以前我觉得在包子铺干活丢人，现在才发现这热腾腾的烟火气才是我真正的根。沈凌川要我做一朵随他摆布的花，但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靠别人给的光环活着，终究是虚的。只有靠自己的双手走出来的路，才是最踏实的。为自己而活，才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宁宁，捏折得快，手劲儿匀，包子才好看。手上这点疼，比心里的伤强多了。以前我是沈夫人，活得提心吊胆，现在满手老茧，却无比踏实。好嘞，李叔。宁宁，你这捏爪的功夫比你爸都强了，继续加油！终于走出来了，真好，真好啊！爸老了，这家店以后就交给你了，看你能守着它过日子，爸也就放心了。放心吧，爸，你们为我操了太多的心，受了太多的委屈，现在我一定会靠自己的双手，给你们一个安稳的晚年。简宁，你恢复得很好，药可以减量了。你看，当你开始为自己而活，伤痛就再也伤不到你了。是啊，有些事情其实就是看能不能过自己这一关。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新的路。都怪我，当年要不是我非要培养沈凌川，宁宁也不会受这么多苦。是我瞎了眼，没看出那小子是个白眼狼，是我害了宁宁啊！老头子，你不要这么想，人心难测啊，谁知道那小子竟然这么坏。那块愧疚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爸心里，他总觉得是他一手捧起了沈凌川，才给了沈凌川毁掉我的机会。爸，不怪你，
路是我自己选的，人是我自己要嫁的。沈临川先生，再次恭喜你。宁宁，爸不是故意的，你别往心里去。爸，没事的，我早就放下了。他现在怎么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宁宁，爸对不起你，是我一手成就了他。你是金善才救他，你没有错，错的是他，是沈临川忘恩负义。宁宁，这是爸攒了一辈子的积蓄，还有包子的独家配方，你拿着。爸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把沈临川领进家门。爸，别这么说，我现在走出来了，你就别再愧疚了，好不好？他给了我生命，给了我这辈子最无私的爱，该说对不起的人从来都是我。抑郁症像复古之躯，总在不经意间把我拖入深渊。可每次想到爸妈的白发，我只能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能放弃。刘姨，这锅包子的火候差不多了，准备出锅。宁宁，你这包子铺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听姨一句，好男人多的是，别为一个不值得的人耽误一辈子。阿姨，我现在不想这些，守着店，陪着我爸妈，这日子最踏实。简老板，来5个新品黑松露包，你研发这口味绝了，我每天都想吃。是吗？简老板，给我也来2个。这3年，我屏蔽了沈临川所有的消息，切掉那块烂肉很疼，但只有切掉它，我才能活。今天是我和沈临川离婚3周年的日子，这3年我哭过，痛过，但终于明白，没有人能成为你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屋檐。现在我只为自己而活。简老板，我看你现在这精气神儿比刚回来那会儿好看太多了，整个人都发光。日子顺心，人自然就精神了。哎，你们多来照顾我的生意，我会更精神。国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沈临川再次斩获国际大奖。7年不见，看着电视里的消息，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沈临川，你现在过得好与不好，和我简宁没有半分钱关系。这次是彻底的结束，也是全新的开始。姐，你今天看起来怎么这么开心啊？感觉整个人都亮了。没什么，就是觉得今天的天气真好，日子也真好。真正的放下，不是歇斯底里，而是你发现它再也影响不到你的情绪了。爸，这咳嗽怎么总不见好？明天咱们去医院彻底查查。老毛病，估计是最近换季闹的，不碍事。还是听简宁的，看你这2天瘦的，肉都挂不住了。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简女士，老人家年纪大了，没有手术机会，最多还有半年。本以为安稳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命运却再次给我开了个玩笑。宁宁，医生怎么说？爸没啥大病吧？没事儿，医生说是普通的肺炎，住几天院，输点液就好了。好，没事就好。爸还等着看你把铺子开得越来越大呢。宁宁，这家店是咱们家的根，爸走了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守着它。爸，我不要包子铺，我只要你好好的，你别走好不好？爸没本事，除了这店和那套房，没给你留下啥。守着这家店，总归不会饿死。是我不好，没看出那小子的真面目，害了我女儿一辈子。宁宁啊，你别怨恨爸爸。爸，我不怪你，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你是最好的爸爸。你放心，我现在过得很好，你别再愧疚了。老伴儿，宁宁，我对不起你们。老头子，你没有对不起我们，这辈子嫁给你，我不后悔。宁宁，爸走了之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过日子。爸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爸，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你放心。宁宁，林川该放学回来了，你记得给他留个包子，要牛肉馅的，他从小就喜欢吃。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心里记挂的还是沈临川，哪怕那个畜生毁了我一辈子，爸爸骨子里还记着养了20年的情分，记得沈临川爱吃牛肉馅包子，记得他放学的时间。爸，
我知道了，我会给他留的，留最热乎的牛肉馅包子，你放心。这辈子最爱我的男人，那个为我遮风挡雨了一辈子的男人，走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简玲，节哀，里面是一点心意，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给我打电话。不用了，谢谢。我爸的葬礼不用你费心，你给我爸上炷香就走吧。我爸到死都还记挂着你，可现在的你，只是一个和我爸都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宁宁能平安开心。我走了，你要守好包子铺，别被过去困住。如果沈临川那小子以后有一天知道错了回来了，别把他拒之门外，给他一口饭吃，给他留一个热乎的牛肉包子，毕竟他也是我养了20多年的孩子。你到死都还是心软的。爸，你放心，你的遗愿我记住了，我会给他留一个牛肉包子，但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玲宁，吃2口吧，你这样糟践自己，你爸在地下怎么能走得安生？姐，你别这样，简叔走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家包子铺，就是你。你要是垮了，这家包子铺怎么办？简叔在天上看着也会不放心的。爸，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玲玲，你这包子的味道跟你爸做的一模一样，还是当年那个老味道，吃了几十年了，就好这一口。李叔，您拿好，还是现磨的浓豆浆。我们玲玲真的长大了，能撑起这个家了，他爸在天上看着也该放心了。人这一辈子，除了爱情，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东西，亲情、责任、传承，还有靠自己双手赚来的幸福。我会守着它，一步一个脚印的好好走下去，就像我爸希望的那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姑娘，还没吃饭吧？刚出锅的，热乎的，吃点吧。我没钱，我不是来要饭的，我就是在这里躲躲风。没事儿，不要钱，就当是我请你的。天这么冷，不吃点热的，身子扛不住。我被黑中介骗光了钱，身份证也没了，找工作到处碰壁。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留在我这儿吧。我这包子铺正好缺个帮手，管吃管住，每个月开工资，你看行吗？姐，你说的是真的？你不怕我是坏人，不怕我骗你？善良从来不是错，错的是那些不懂感恩的人。我不能因为遇到过坏人，就丢掉骨子里的温柔。姐，谢谢你，我一定好好干活，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我要是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天打雷劈！好了，快起来，不用这样，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听说老板娘是哪位大人物的前妻呢，但是没文化根本配不上人家，也难怪人家出轨。你们吃饭就吃饭，嘴那么闲干什么？你这店员怎么说话呢？什么都不知道就在这乱嚼舌根，我看你们才是没文化没素质，我们店不招待你们这种人。好了，别气了，跟不相干的人犯不上。那怎么行？姐，他们怎么说我都行，就是不能说你。是那个沈临川瞎了眼，是他配不上你。小星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把我当亲妈。妈，那以后包子铺分店开了，您得当财务总监。当年资助赵诺诺读书，是希望她有前程，如今交给小星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堂堂正正的做人的道理。姐，等我考上大学，学了经营管理，回来帮你把包子店开遍全哈城。好，姐等着那一天。
小星，最近老店的报表下滑了2个点。姐，周边新开了几家早餐店，新鲜劲儿还没过。说走就走，我去考察一下，看人家的经营模式，再研发几种新口味，把老顾客拉回来。现在的简宁有事业，有家人，我的喜怒哀乐只有我自己说了算。这雨怎么说下就下？来都来了，要不买2束花给小星当礼物吧？他这几年帮我分担了不少压力，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好久不见，简玲。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挺好的，沈凌春。我倒是把赵诺诺当亲妹妹照顾，给她买新衣服，可谁能想到，她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爬上了沈凌川的床。什么？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姐，你对她那么好，她居然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这不就是农夫与蛇吗？后来我写举报信，却被学校处分，所有人都在笑话。沈凌川还故意拍下我崩溃的视频，开了精神病诊断书，亲手把我送进疯人院。更荒唐的是，我在里面查出了5个月的身孕，被接回家后，还得看着他135陪我，246陪赵诺诺。后来他给那颗小行星取名山川之诺，在天文馆办婚礼，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泼了我一脸冰水，说我越界了。我最后以命相逼，却被沈凌川狠狠推下露台。我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做妈妈的资格，甚至连净身出户都是被逼的。姐，你怎么能这么苦啊？离婚后我自残过，我爸妈为了我愁白了头，但我还是靠着这家店一点点活过来了。沈凌川真不是个东西，要是我见到他，一定要狠狠揍他一顿，给你出气。简宁，我后面的几个字我不太能确定，也并没有那么在乎。从花店分开时，我就知道他会找来，毕竟这间开了几10年的老店是他活下去的起点。可我没想到他会来得这么快。不卖！今天这包子，我就是全都丢给路边的乞丐，也不卖给你这个混蛋！你给我出去！随便你，得罪个别客人不要紧，要是真的丢了我的包子，可要从你的工资里扣。扣就扣，反正我就是不卖给他，扣光了也不卖。还是这个味道，一点都没变。简宁，你都不知道，我想这口想了多少年。小时候他最爱吃这个，要不是我爸惜才赶他回去学习，省吃俭用给他请老师，他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要是没有这番成就，他也不会出轨赵诺诺，我爸也不会一辈子都活在愧疚里。就算还记得这个味道，又能怎么样呢？不用给钱了，拿去吃吧。爸爸临终前交代，等你回来的时候要给你一口吃的。叔叔他去年走的，肺癌晚期，他弥留之时都还在念叨，是他不好，没看出你的真面目，害了我一辈子。我不想违背他的遗愿，也不想再和你打什么交道。这个包子就当是我替他尽了当年那份心，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你干什么？你在这里装什么呢？装深情，装后悔？没听见简宁姐说的吗？她不想见你。你要是还要点脸，就趁早从我们面前消失，滚蛋，省得又勾起她的那些伤心事儿。对不起，简宁，我后悔了。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简宁姐被你害成那样的时候，你在哪儿？她失去孩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她被你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在哪儿？她一个人撑不下去，差点死了的时候，你在哪儿？现在你一句后悔了，就想一笔勾销，
都没有。滚！后悔？你后悔什么呢？是后悔当年在一起，还是后悔分开？是后悔我摔下楼失去了孩子，还是后悔把我关进疯人院毁了我的人生？又或者，你后悔的根本就不是这些。这些年，我偶尔也会看到有关你的报道。当年为了赵诺诺，他得罪了太多大佬，耗光了口碑。那颗山川之诺小行星，竟成了他最后的高光。你后悔，是因为爱我吗？还是只是后悔赵诺诺再也不是那个言听计从的小姑娘？你亲手养的花长出了刺，不再受你掌控了。你的后悔，只是因为现在过得不如意了。你终于发现，那个把你当成全世界的简玲再也不会回来了，仅此而已。听见没有？我们简玲姐不想看见你，赶紧走！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去，别影响我们做生意。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姐，你没事吧？没有什么事儿，赶紧干活，面都要醒过了。他的那句迟来的我后悔了，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废话，掀不起半分涟漪。我的人生早就翻篇了。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好了，别气了，赶紧收拾一下，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姐，你看，那个混蛋把银行卡落在这里了，他什么意思啊？想用一张卡就弥补你？做梦！他想用这笔钱还清他欠我的、欠我孩子的、欠我爸妈的、欠我整个人生的债，真是可笑。姐，这里面有500万。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500万不是小数目，可对于沈凌川不过是9牛1毛。姐，这钱咱们必须留下，这是他欠你的。别说是500万了，就是5个亿也还不清他欠你的情。姐，当年你们离婚的时候，你不会是净身出户吧？是，净身出户。什么？他那么有钱，当年你们离婚的时候，他居然让你净身出户？他还是人吗？随便从他手指缝里露出来一点，你也不至于还守着个小包子铺讨生活啊。那时候的他和现在的他可不一样。当年离婚官司，沈凌川找了国内最顶尖的律师团队，证明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和我没有半分关系。沈凌川不仅要让我净身出户，甚至为了给赵诺诺出气，还想过做局让我背上巨额债务。像他那种高智商的人，动动手指就能把我碾死。他怎么能狠毒到这种地步？其实能净身出户都已经算是好的了。最后沈凌川还是给我留了10几万的赡养费，算作我失去孩子的补偿。姐，你怎么这么傻呀？他都这么对你了，你当年怎么就不知道争一争啊？当年的我连活下去的力气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力气去和他争这些东西？找个快递把这张卡给沈凌川寄回去吧。啊，姐，你要寄回去？这可是500万啊，是他欠你的，这是你应得的。我不要，当年他欠我的一条命早就还清了。你姐我现在靠自己的双手也能赚很多钱，不需要沈凌川的施舍。好，姐，我听你的，我这就去给他寄回去。姐，你看，网上又有沈凌川的新闻了。他的新闻跟我没关系。不是姐，你看看嘛，网上说他的事业彻底凉了，还和赵诺诺闹掰了。沈凌川的事业早就停滞了，当年他为了给赵诺诺铺路，学术造假，早就耗光了口碑。沈凌川喜欢的从来不是赵诺诺，而是绝对掌控的感觉。当花长出了刺，他自然就厌倦了。听说他们分居很久了，沈凌川早就想离婚，要不是赵诺诺怀了孕，加上学校警告，他早就甩了那个女人了。他那天在花店说后悔了，不是良心发现，只是因为他在赵诺诺那里得不到被仰望的感觉了。好了，别看了，跟我没关系，赶紧收拾一下。姐，你一点都不觉得解气吗？他当年那么对你，现在他过得不好，这就是报应啊。他过得好与不好都和我没有关系了，他不开心我不会解气，他得意我也不会嫉妒。他就像我人生路上路过的一个站牌，就算那个站牌现在倒塌了，也影响不到我继续往前走的脚步。走吧，干活去。沈凌川果然把他养得很好，像培育花朵一样，把他从泥泞里拉出来，养得精致贵气。可他眼底那抹焦虑却怎么也藏不住。你是谁？想干什么？简宁，做人不能这么不要脸。离婚7年了还纠缠沈凌川，你什么意思？我纠缠他？你胡说八道什么？明明是沈凌川自己找上门，我姐根本不想见他。你自己管不住男人，跑这儿撒什么野？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我知道你嫉妒我，你不甘心，但这笔钱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签了它，消失在灵川视线里。看来你真的很怕沈凌川想起我。怕？我赵诺诺会怕你？你不签，我有100种方法让你这家破店开不下去。你以为赢了我就能拥有幸福？赵诺诺，你费尽心思爬上来，得到的也不过是当年我走过的路，受过的苦。赵诺诺，当年是我资助你读书的，对不对？是又怎么样？我不是已经给你钱了吗？当年的恩情，这笔钱足够还清了，你还想怎么样？我当年把你当成亲妹妹一样照顾，给你买衣服，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对你掏心掏肺，对不对？那又怎么样？感情的事儿本来就没有先来后到，我和林川哥哥是真心相爱的。你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爬上了沈凌川的床，背叛了我，对不对？你胡说八道什么？是林川哥哥主动的，我们是两情相悦，是你自己留不住他的心，怪得了谁？高傲如他，原来底色还是那个阴暗角落里的偷窃者。两情相悦，不过是两个背叛者互相取暖。两情相悦，爬床这种事儿也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你那名牌包里装的是脸皮吧？这一巴掌是你欠我的。当年我待你如亲妹妹，对你掏心掏肺，你却恩将仇报，抢我的丈夫，毁我的家。你欠了我7年，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这一巴掌是你欠我那个未能出世的孩子的。要不是你和沈凌川，我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7岁了。是你和沈凌川亲手杀死了他。这一巴掌是替他打的。你疯了，简宁，你敢打我！你们敢动一下试试？这里是我们的地盘，敢动手，我立刻报警。从此，我和你之间的恩怨两清了。当年我对你的恩情，你欠我的债，从今天起一笔勾销。但是，请你管好沈凌川，不让沈凌川再来骚扰我，不要让沈凌川再来打乱我的生活，也请你不要再来我的店里撒野发疯，不然的话，下次就不是几巴掌这么简单了。当年的那些恩怨、痛苦与不甘，在这几巴掌里，终于彻底了结了。简玲，你敢打我？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德行？沈凌川是受人尊敬的大教授，就你这副尊容，一身面粉味儿，脱光了站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如果他心里真的只有你，你就不会今天跑到我这里来发疯了。赵诺诺，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当年的我。你自己看看，你现在和一个疯子有什么区别？简玲，我杀了你！林川，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想砸你的。我说过，不许你来找简玲的麻烦，更不许你插手我的事情。你是根本不在乎我所说的话，还是觉得现如今日子过得太好，想要回到过去？一模一样的话，一模一样的威胁，沈凌川真的没变。当年他也是这样护着赵诺诺，冰冷的威胁我，现在被他护在身后的变成了我，真是天大的讽刺。沈凌川，你居然为了简宁这么对我，我怀着你的孩子啊！简宁打了我那么多巴掌，你不帮我，反而护着他，你说过会一辈子护着我的。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谁让你跑到这里来闹事的？谁给你的胆子对简宁动手的？沈凌川，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简宁他都和你离婚7年了，我才是你的妻子。够了，再闹就给我滚出去！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我歇斯底里，被沈凌川用冰冷的眼神对待，现在轮到赵诺诺了，他成了那个疑神疑鬼、情绪不稳的疯子。赵诺诺以为抢走的是荣华富贵，却不知道那是一座以爱为名的囚笼。喂，警察同志吗？我要报警，有人在我的店里寻衅滋事，故意伤人。赵诺诺，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你先动手打人，还拿花瓶砸人。考虑到你怀着孕，签了这份保证书，再骚扰简玲，我们就要走刑事程序了。姐，你没事吧？有没有被吓到？
没事。欺人太甚！姐，我现在就报警，肯定是赵诺诺那个疯女人干的。别急，先调监控。从派出所回来以后，我本以为赵诺诺会安分，可他彻底疯了。他把所有的怨恨都算在了我头上。大家都来看看，简玲这个不要脸的小三，离婚7年还勾引我老公，她就是个下三滥。你这女人还要不要脸？当年要不是琳琳收留你，你早饿死了。抢了人家丈夫还来反咬一口，滚！我们看着宁令长大，她是什么人我们清楚。你再造谣，老头子我第一个报警抓你！怎么了？他想毁了我的名声，可他忘了，老街坊们看着我长大，没人会信他的鬼话。姐，她彻底疯了，她在网上实名举报沈凌川学术造假，连当年的爬床的事都捅出去了。他这是学着我当年的样子，想拉着沈凌川同归于尽。可沈凌川不再是定海神针，学校早就厌烦了他们的丑闻。姐，我们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他没完没了。不用管他，这种报复最终伤害的只有他自己。路是他自己选的，后果自然也要他自己承担。姐，快起来，楼下着火了！别慌，楼梯堵了，走窗户。快，小星，你先下。我的店！简女士，监控拍得很清楚，凌晨2点，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抡起铁锤，带头的正是赵诺诺的司机。凌晨2点，赵诺诺往店里泼了汽油，这是纵火。简宁，对不起，是我没看好他，所有的损失我都赔，我会给你开一家更好的店。不用，沈凌川，我会追究赵诺诺所有的刑事责任，绝不和解。烧了就好了，烧了他就没了，林川就会回家了。被告人赵诺诺因纵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因其怀有身孕，暂缓执行，待产后收监。从卖花女到高材生，再到自食恶果，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宁念，别上火，缺材料跟大伙说，咱们街坊邻居一人一把手，肯定能把这店翻新的更亮堂。就是姐，我最近一直在跑建材市场，保准用最好的料，咱们要把老店重新开起来。就算老店被烧成了废墟，只要人还在，手艺还在，这家包子铺就永远不会倒。简玲，对不起，我知道这句道歉没意义，可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以后你有任何需要，只管开口，我一定拼尽全力。我早就受够了赵诺诺，可为了名声和警告，我只能和他耗下去。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对不起你。不用了，沈凌川，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当年你推我下楼，孩子没了，那个爱你的简玲就死了。你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时，我们就两清了。你欠我的不是一句对不起能还清的，而我也不想要你的补偿。再见陌路，就是我们此生最好的结局。长达20多年的爱恨纠葛，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散了。姐，你没事吧？我没事。走，我们进去继续商量，要把包子铺建得比以前更好。